孩子，朕要你亲口告诉朕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霍无伤。陛下，霍将军说得对，陛下应立即下令赐死霍不疑，以正国法。你闭嘴！你这狗东西！你再说，朕就先赐你去死！臣为御史中丞，上诏天地，下检君臣，国务监管，律法为纲。陛下，就算赐臣死，臣也要奏请陛下处置霍将军。混蛋！陛下，不知死活！陛下，陛下，快息怒！陛下，陛下息怒！陛下，还当自己是弱冠少年郎呢。咱又不是在乡野，只是在朝堂，在崇德殿内，怎能这般动拳脚？气死朕了！这群御史不仅一次的仗监管国事之名行报复之事，还说得如此的正大光明、义正言辞。陛下，您是一朝之君，得注重朝堂礼节与谏臣之言呐。岳飞说的有道理。可我虽是女娘，却也读过《礼记》，听过父之仇，父与共戴天。霍将军替父报仇，并非罪不可恕，而是情有可原。陛下，我朝一直都最注重孝道，若是处斩了霍将军，怕是会寒了天下孝子之心。阿衡说得对，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。阿征杀了那个畜生，那是替天行道。岳飞，这里是大殿，女娘干政不妥吧？妾随陛下征战四方之时，左大人还没入朝为官呢。反驳不了我的话，便拿我是女娘说事。你这个男儿郎，真是好生威风。总之，臣还是不服，臣要替朝堂有心维护御史的颜面，你还蹬鼻子上脸了是不是？如今灵异已死，灵不疑大可随意栽赃。说灵异通敌，可有其他证据啊？有。陛下，灵异夫人淳于氏曾让家中土窑塑造一尊女娲神像，
并将此像送给汝阳王妃。臣在其中找到彭坤副将与灵异的书信往来，更有他们密谋与郦帝里应外合，阻拦救援，占领孤城的证据。看看，你好好看看。陛下，灵异勾结彭坤，通敌叛国，致孤城陷落，满城被屠，罪不可恕。臣恳请陛下严加惩处，以正朝纲。陛下，就算灵异该死，可是霍将军盗窃东宫虎符，撕掉军队，致六营震动，这也是大罪，理应一并处置。该一并被处置的是左大人你吧？来人，把他的官袍给我扒了，拖下去。老三，你这……启禀父皇，儿臣前日去救子胜时，发现左将军企图割断绳索，害死子胜。儿臣觉得事有蹊跷，便对他严刑审问。他悉数招认，原来左家早就已经被郦帝余孽用重金收买，定要置子胜于死地。他们觉得，只要这朝中少了战神凌不疑，便可以放心起事，再夺山河。陛下，臣冤枉啊！臣不认识什么郦帝余孽呀！不认识？怎么会不认识？你们左家还藏着田家酒楼赏给你们的万贯钱呢。左大人，你的俸禄可没有这么多吧？父皇，这田硕本是郦帝身边内侍，对其忠心耿耿。郦帝兵败身死后，他便隐姓埋名。他表面四处经商，实则伺机而动。这些年，他靠着田家酒楼的掩护，与朝中不少官员都有来往。那雍王和小越侯都与其有勾结。儿臣怀疑，他们都是受了田硕挑唆，才行祸国殃民之事啊！那田硕只说是与霍比有过节，想他死，可臣并不知道田硕是郦帝内侍，臣冤枉啊，陛下！你还狡辩！陛下，臣等恳请陛下治罪左御史。臣等恳请陛下治罪左御史。来人呐，在！将此人拖出去，严刑审问，生死不论。陛下啊，陛下，臣冤枉啊，陛下，陛下，臣冤枉啊，陛下！请问陛下，那田硕如今何在？父皇，儿臣知晓他们耳目众多，还未来得及跟父皇禀告。但儿臣已经命人去查抄了田家酒楼，只是晚了一步。儿臣赶到时，田家酒楼已经人去楼空。不过，儿臣已经查到了田硕这些年谋划的证据，只可惜被他跑了。灵异通敌卖国，你杀了他，是他罪有应得。可你善用太子虎符，调动营房，使楚军被群臣弹劾，声名扫地，你究竟意欲何为呀？父皇，子胜也是迫不得已，情急之下才调用了皇兄的虎符。凭几个屁！你以为朕是蠢货不成？朕早就问过太子了，这手里的虎符是假的。上回万将军剿匪，太子虎符被小越侯窃走，子胜知情不报，取回府窝后隐而藏之，才至今天。你
你们两个是不是早就……没错，儿臣以为，皇兄本就不堪为储君，他担不起这座江山。逆子狂言，他担不起江山，你就担得起江山呐？你皇兄再不好，至少啊，他比你仁厚。君主无所谓仁厚与刻薄，只需依情理行事。皇兄该讲的不讲，该罚的不罚，才会出现楼奔与铜牛县之事。父皇以为此等仁厚是好事吗？住嘴！你这个孽障，你自己性情扁差，你有什么资格去非议你那仁厚的皇兄啊？子尚，你也认为太子非非不可吗？陛下，臣在太子身边不过短短数月，就已能总领东宫所有事务，幕僚、税报、密报、令符印信，也皆在我手。等将来太子登基，若臣想，臣立刻就能专国秉政，独揽大权。陛下，难道愿意看到这样吗？据你这般说，你为何要弃了这专国秉政、大权独揽的机会呢？臣心不二，从未想过取而代之。但臣愿意为了国之安稳，担着忘恩负主之名。臣认为，太子担不起这重任。说得好。沈安，子可是真心话，这件事你当真不悔？
为臣女做主。除了这门亲。 可你呢？我说过，你若敢抛下我，我此生绝不原谅。你既无情，我亦说到做到。还请霍将军念及旧情。 就此放过我吧。少商，你可是要回家？可是凌不疑对你说了什么？他利用虎符调动军队，此事会涉及储君，甚至皇后，只怕圣上会因此废除、废后。你就不想去看他吗？你多虑了。若真有废后，那也是因为皇后自己不想继续待在长秋宫了。储位和后位，就如两把剑，悬挂在头顶几十年。她也是累了。什么？我也累了。这皇宫我也不想待了。少商。 哎，申安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太子懦弱无能，不堪为储君，而这一切，都是因为妾这个母亲教导无方。恳请陛下废除太子，
也一并废了妾吧。生安，你非要逼朕吗？妾这一辈子都是被人推着走的，许多事明知不妥，可依旧随波逐流。当初明知陛下已娶妻，可舅父要妾嫁，妾还是嫁了。后来陛下要立妾为后，妾明知道后位上布满了荆棘，可妾还是受封了。所以如今你是后悔了？不止妾后悔，陛下就不曾后悔过吗？可比起太子，申安这个皇后更无错处，怎能废黜啊？就说妾心怀怨怼，有屡获之风吧。胡说八道！朕就从来没有见过如你这般宽宏之人呐！妾没有胡说。这几十年来，每每看到陛下与月痕在一起嬉笑打闹，就犹如虫蚁啃食心口，且无时无刻不在嫉妒怨恨。且受够了，每在后位一日，便是被折磨一日。且非草木，也想有个两情相悦的夫君疼爱。看着陛下与月衡夫妻和睦，妾却只能端庄大度。可是申安，朕对你，若陛下对妾还有半点夫妻之情，就不要将妾绑在后位上折磨。妾想做一回宣申安，而非宣皇后，请陛下成全，将妾幽禁长秋宫吧。
袅袅这看起来不对呀。你说这几日，凌家满族被抄，凌毅三兄弟被斩，皇后自请废后，太子被贬为东海王，他还能淡定自若地看书，多古怪呀！我瞧着挺好的，不哭不闹的。好什么好？那霍不疑自请贬职去西北驻边7年，会不会是在赎罪啊？霍不疑，就是他，他说要替那凌不疑一并活下去，便还用了不疑这个名儿。阿父，阿兄。霍不疑今日离开都城，前往西北，派梁秋启送口信给你，说他想见你一面。没事提什么霍不疑做什么？你们两个都多大人了，也要学得稳重些，凡事想一想再张嘴。你看袅袅，现在多稳重啊！袅袅，你没事吧？劳烦安兄替我去送一程霍将军。自此山高水长，此生怕是不会再相见了。阿兄替我去送他一程，将过去的种种斩断。袅袅，你去哪里呀？为父帮你。四处走走，不必担心。女君，女公子如今真是脱胎换骨，和当初我们归家时看到的判若两人。她是真的长大了。从前，我总是盼着她能稳重些，再稳重些。可如今，却是这般的沉稳，就像变了一个人一般。现在回想，当初他咄咄逼人、欢蹦乱跳的样子，倒是让我心安。青葱，是不是从一开始我就错了呀？孩子总是要长大的，为人母者，哪个不是看着他们越走越远？毕竟我们不能陪他们一生，以后的路，迟早是要他们自己走的。少主公，咱们是不是该启程了？少主公，咱们都等了3个时辰了，程娘子应该不会来了。
站住！娘娘，你要去哪里？我去长秋宫看看皇后。玄皇后被废之后，自请禁足长秋宫。如今长秋宫的宫人只能进不能出，如同冷宫一般。你去做什么？越是这般时候，我越应该陪在皇后身边。阿父阿母当年受到军令奔赴孤城，也是这般将我留在家中，对吗？自古忠孝不能两全，娘娘今日明白了。还请阿母放我去长秋宫，成全忠义二字。你先退下吧。是。少公，少商他。霍老将军忠勇可敬，世间罕见，我们程家上下敬佩非常。当日救你一事，终因圣上仁慈，恕我们无罪，你也不必记挂在心上。可是一事归一事，你们没缘分就是没缘分，请霍将军莫再强求了。
如今长秋宫的宫人只能进不能出，如同冷宫一般。你去做什么？越是这般时候，我越应该陪在皇后身边。自古忠孝不能两全，还请阿母放我去长秋宫，成全忠义二字。他不会再回来了，他是想把自己永远留在那冷宫里。快备马车，快！摇啊摇出天光，盼明月满星河。一年拂袖花落，谈笑间起风波。是谁笑我人如梭，心如墨？是谁叹我一生的人离合？长路漫漫长夜萧瑟，风又起，雨又落。我笑青山依旧，风雨中不对不起你，娘娘。我叹人生苦短，荒唐事不休。我盼孤身纵马，笛声满天，四海任我游。情字如雨落，沾满了红袖。从今日起，杨洋就如同我亲生女儿般，绝不令她受半点委屈。只让杨洋懂事，任我将自己所有的本事交给他，我也是乐意的。为何屡教不改？是谁笑我人如梭，心如打？是谁叹我一生的人离合？陛下，这门亲是绝佳，只是少伤他自己。配不上。雨又落，我笑青山依旧，风雨捉不透。我叹人生苦短，荒唐事不休。我盼孤身纵马，笛声满天，四海任我游。情字如雨落，沾满了风霜。我笑尘缘如梦，镜花一场空。我叹聚散无由，何处能相逢？我盼风云万里，星汉灿烂，来恨也笑过。天地路悠悠，凌波如我梦。天地路悠悠，凌波如我梦。
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将军。方才交代的不好，你们现下就去做吧。是，陈公令。哎，仔细点。来，啊，那边。灯笼摆得正些。哎呀，是。如今又是正旦了，你还不想回家？皇后是不知道，如今我府上是热闹得很。齐家阿紫、青姨、堂子都生了娃，我若是回去，怕是没有我的位置可以坐，我就留在长秋宫陪着皇后，不好吗？皇后，今日是正旦，跟往年一样。还是得许愿。那我便许愿，你能得遇良人。在我有生之年，能瞧见你嫁人生子。我一辈子不嫁人不行吗？我自请幽居长秋宫，一晃就是5年了。你也陪了我5年，还未想通吗？想通了，只是不能原谅。我与他有缘无分，已经别过了，便再无可能了。可惜啊，可惜！我本想求圣上将子圣召回，毕竟5年过去了，他在西北实在太苦，该回来了。
不过就是家人生死罢了，与谁不能？为何偏要是他？但我想你嫁心爱之人，而非随便他人。对于心死之人来说，倒也毫无区别。那我就愿我死后，你的余生能够长长久久，有人陪伴。皇后莫要说不吉利的话，去挂起来吧。是。皇后，少商就陪在你身边，一辈子的照顾你，不好吗？傻孩子，不管你如何想过你的余生，我都支持你。你想走的路都是顶好的，只是或许是我贪心，总盼着你能圆满些，再圆满些，我也能够更加安心。如今连小五都嫁了，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。你看，这雪下得多大呀！免礼吧，宣皇后，今日身体如何呀？听说不太好。孙医官说，快则月余，幸而能挨到春日。人啊，一生不容易啊！原本朕与阿恒上去探望，可是他不愿意见我们。少商啊，那你就带朕多陪陪他，啊！岳皇后每月都送来吃食，还派医官为皇后诊治，皇后都领情。皇后还请求圣上为她移宫，将长秋宫还给岳皇后。皇后还说，按道理她应该随东海王属地，子承东海太后。都5年了，阿紫怎么还未忘却此事？你回去与他回禀，就说是我说的，移来移去，麻烦得很。
我这人认准了一个地方，就不爱挪窝。永乐公主习惯了，懒得动。还有，称呼也不必改了，她永远都是宣皇后。我这人也向来不爱那些虚名。若是再提及此事，便是存心令我不痛快，懂吗？臣女代宣皇后谢月皇后。5年了，你足不出宫门，咱们也就能在此处相遇说话。单剑以为少商君要在长秋宫养老呢。分明是你，总等在此处。我是看不过去，才来与你说说话的。有何不同？红尘男女，无非你等我，我等你。总有等不到的，也有等得来的。就是不知少商君，是我等得到的，还是等不到的？多谢你这些年陪着我，幽居在此，也就只能见见你这个人了。长秋宫宫女不是人吗？那翟傲也不是人吗？少商，宣皇后盼你有归宿，你作何打算？宣皇后身体每况愈下，临终前必然盼你成婚。然而可成婚者众，能令宣皇后相信且安心者少。不如选我。你我家世匹配，你要密婿，我要择父。不如咱俩凑合，演出戏，宣皇后也好安心。你若真着急择父，季大人为你建的那几门亲事，你为何一门都不答应？袁善剑，我知你心意，可我给不了你想要的。少商，你可知，为何这些年来，你锁定亲事都不成？因为你目光短视。你看，单剑的双亲任我生长，你想要自由，这都城中，谁能自由过我？你我分明最合适。你怎知，你给不了我想要的？那你想要什么？你我天生娘胎里，就自带3分凉薄，可成为病友，亦可成为盟友。且因利益一致，彼此信任，也绝不会互相拆台。我会比某些人更珍重自己，不会将自己置于险地。所以，我比他更适合你。
欲召此生回都城，不日即将到达。世人始终放不下自己的心结，只因心结困住，最终陷入令自己更痛苦的困境中。过去的始终会过去，人要珍惜眼前和将来。若想余生过得平顺，就必须突破困住自己的心结。若此时此刻，我心里还有他，你也愿意娶我吗？我愿意。陛下先坐会儿，您就是脖子伸得再长，子胜也不能长着翅膀飞回来呀。该不会是在路上出了什么意外吧？就不该让老三去接。一刻钟前不是才差人回禀刚进了都城吗？从城门骑马进皇宫也得好一会儿。你当子胜真长翅膀了，还能飞回来？陛下，陛下！陛下来了来了，我将军回来了！回来了，快呀，快去呀！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子胜，像，真的像。子胜如今长得是越来越像义兄当年了。罪臣祸不移，参见陛下。子胜，快起来，让朕好好看看你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！5年了。你倒是挺大方啊。最得力的都留在都城，少商5年都没出过宫，要你护着。倒是你自己，这身边，留个没用的。旧伤未愈，又添新伤，不要命了。你
你说，你家少主公是怎么受伤的？5年前那次，是万将军遭立地余孽刺杀，少主公轻骑去救，不料那些人都是死士，手法诡异，咱们人少势弱，少主公才受了伤。怎么是你去救啊？这不是让袁善剑的父亲领兵去的吗？我也不清楚，少主公也不说。没隔2年，少主公又再次犯险，这一次是去蜀中剿匪，呈送程将军中埋伏，是少主公暗中截杀在。够了。难怪了，朕就说，怎么上一次呈送凯旋，一直不见他来领功？哦，原来啊，是有人在暗中做了英雄哦。臣只是不想看到同袍受困。石原本就是臣的分内之事。哎，你做这些，少商可知道啊？哎，你不会还指望着少商因为此事就宽宥你，与你复合不成？臣做错了事，不敢指望少商原谅。他本就不喜欢我操控他的人生，若他知晓我做了这些，他只会更生厌。此事确实是臣私心，但也仅此而已了。你真的无旁的心思？没有。没有便好。如今啊，朕让老三去督办渡田令一事，你回来了，那就辅佐他一起推行此令吧。此事关系国本，功在千秋，切不可轻忽啊！臣遵旨。今日呢，是少商5年以来头一次出宫，与袁善剑一起去拜见父母。后日他们即将要定亲了，从此以后你们俩就是各走各路了。袁侍郎为人沉稳，行之有度。程娘子，程娘子嫁他，也算是终身有靠了。那你呢？你这以后是怎么打算的呀？就连对你姑母一直死心塌地的崔佑，都说了，宁愿空着原配夫人的位置纳谏。朕是看着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，心中不忍呐。父皇莫要为子承担心，儿臣可听说了，在西北军营子慎受伤的时候，那洛娘子可是天天在身边照顾着。据说洛娘子如今说话性情和以前大不相同，逢人便说，既然已回都城，择日定要与子胜完婚。太子殿下，我与洛娘子毫无瓜葛，更无成婚可能。阿飞，在待我们回府后，立即给洛娘子送去嫁妆，助她昭雪。哼，你这干血撇得可真够利索的哈。少主公，你真的不再去见程四娘子了？待我重修完霍氏坟茔与祠堂，我会祭告祖先，不再娶妻生子。我此生别无他求。少主公，你这分明是没想通啊！
你的手，冻伤而已，无碍。马灯调好了，程娘子日后骑马还需当心。多谢霍将军，我也不是曾经的陈少商，如今就算没有马镫，一样能骑马。多谢霍将军关照无父。不过，到此为止吧。霍不疑，你不说话，我也知你心中所想。从得知你归来那日起，我便知你不会放手。我知在他心中，我比不上你。但少商脾性我了解，便是他还念着你，也未必会选你。 自打小武远嫁，东海王就藩，长秋宫很久没有这般热闹过了。是啊，寄托阿紫，既然回了都城，那便就多待几日，也好陪皇后说说话。阿紫可以尝尝我酿的米酒，还有桌上这些盘菜都是用来佐酒的，皇后最喜欢了。乔江程娘子忙的，不必这般招呼我。 我也是长秋宫自己人。程娘子这几年可是将长秋宫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这菜色好，果酒美，可见我走这5年，你在长秋宫学到不少。寄托阿紫走了太久，怕是有些忘记了。5年前，阿紫未嫁西北之时，皇后的寿宴也是我来操持的，并非是阿紫走了之后我才开始学的。 是啊，还是妹妹命好，不似我，苦命人。先夫病重那阵，我没日没夜伺候，免不了闲言闲语，说我等着改嫁。为着这句话，我硬是在先夫亡故后，又服侍贾家君舅君姑数年，支撑得很是艰难。贾家儿郎早亡，你骆家得贾家庇佑多年。 侍奉舅姑也是本分，谈何辛苦一说？寄托阿紫，人总要向前看的。阿紫往后的日子里，定是会好事连连。你说的对，人总是要向前看的。这句话，子胜也同我说过。 他虽为人严苛，可待我甚是宽容，只允许我一人进出他的营帐，端酒送饭。你也知道，他忙起来是不吃不喝的，我甚是心疼。后来，他不许我再进他营帐，想来是怕我太过操劳，免我辛苦吧。
你既与子慎这般要好，想必已定下婚约了。他还未对我提及，但我总觉得不远了。这次得到圣上诏书，说宣皇后病了，他立即奉命回都城，走得很急，连我都不曾带上。我总想，或许他是想在都城向我求亲。看来是皇后病的不是时候，耽误阿紫好事。不，我并非这个意思。我当然知道你并非是这个意思。皇后当年还在后位之时，不止庇佑过你们洛家一次，大恩在前，你又怎会埋怨皇后耽误了你的好事呢？若真是如此的话，又岂非禽兽之行？我知晓程娘子不喜欢我与子胜在一起，只是我们情投意合，情难自已。再说，你们已经退婚，如今他就算娶我，也算正当。毕竟儿郎在外征战，身边没有夫人帮忙照料，如何顾全自己？你也不希望他此生不能安好，对吧？我呀，也是为难，一边是你，一边是他。洛娘子，宫门锁了，便不好出了。你刚回都城，应当先归家看看，莫要在长秋宫耽搁时间了。皇后，从前我也是住在长秋宫服侍的，如今多年未回了，竟然一刻也不让多待吗？洛娘子，赶紧回去看看吧。方才洛娘子家中差人来送信，说是霍将军送了2车嫁妆到洛家，还有一面巨大铜镜，又特意嘱咐洛家长辈为洛娘子物色一个好婆家。此等大事，洛娘子怎能不在呢？铜镜，一面镜子。看来霍将军与姬童阿紫果真还是情投意合，又是送嫁妆，又是送铜镜。这城中之人，还有谁敢说你们情不投，意不合？少主公，听闻昨夜洛娘子被她的父母兄弟从家中赶了出来。他们洛氏在宣氏麾下当差多年，本想借着东宫储君发达，谁知前太子被废，宣皇后自请飞求，他们就想着借女儿再攀上少主公这根高枝。这次少主公送她嫁妆，责令她招婿，恐怕洛娘子这次真的是走投无路了。哎，少主公，这……霍将军，家父对妾说，将军送了面铜镜和几箱嫁妆给妾，说会帮妾在西北招郎婿上门。妾惶恐，不知自身犯下何错，还请将军收回成命。我以为你是聪明人，而聪明人要懂得适可而止。在西北，我曾与将军相伴，将军难道都忘了？相伴？我曾与另一女子相伴过，一道用饭，一道说笑吵闹，
耳鬓厮磨，那才叫相伴。在西北之时，我把你撵出军营，你住在军营之外，伺机溜进军营为我浆洗衣物，你我连面都不曾见过。我返回都城之时，你尾随大军兼程赶回，我连话都未曾与你说过。我问你，何来相伴？是，霍将军对妾无意，但妾认为水滴石穿，你总会改变的。你看，3年前你连营帐都不让我进，如今，你看我的脸色都好些了，为何你就是不承认呢？够了，别再自欺欺人了。如今都城中，人人皆知我即将嫁与霍将军，若是被他们知晓你不肯娶我，我还怎么做人呢？看在我自幼仰慕你的份上，还请纳了我吧，做妾也行。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你若现在回去，我可再加2车嫁妆。你若再纠缠不休，我便命人即刻送你回西北。霍将军，将军何必逼人太甚？我只是喜欢你，难道我也有错吗？那贾七郎又有何错？是你杀了他吧？我什么都没做，你不能血口喷人。西北人人都说，贾七郎娶了天底下最贤惠的女娘，可我却知道真相。贾七郎的弱症，虽是娘胎里带来的，但还不至于在20岁就要了他的命。是你谋害了他。至于是用什么方法，还用我再说吗？是不是因为程少生？你是不是还忘不了他，所以才拒绝我？与你何干？你怎能这样待我？这么多年，难道你对我没有半分情谊？对，即便没有陈少商。